我和周继明交换订婚戒指，一道稚嫩的声音突然响起：爸爸。周继明循声看去，震惊之色僵在脸上。宴会厅门口，一个女人牵着一个小男孩走过来。这女人我再熟悉不过了，是周继明的初恋女友林可然，是大学里出了名的贫困生。他们两个从大一开始交往，5年前林可然突然就消失得无影无踪，为此周继明消沉了很久。我当时还鼓励过他勇敢追爱，可周继明给自己灌了大半瓶酒，摇摇头，不了，就算找到他又怎么样？我家人是不会同意我和他结婚的，他家世不好，跟咱们不是一个世界的。现在好了，不用找了，人回来了，还带回来一个孩子。林可然牵着小男孩，在众人各色各样的视线里走到周继明面前，深情又自信地看着他。继明，我回来了。他又将小男孩拉到周继明面前，这是我们的儿子，我给他起名叫周子轩。然后他微微弯身，对那个看上去只有4、5岁的小男孩说：轩轩，叫爸爸。轩轩对着周继明脆生生的又喊了一声爸爸。林可然含笑看着父子俩，给足父子俩相认的时间和空间，随即走到我面前，温婉一笑：嗨，于叔，我们好久不见了。我真没想到跟继明订婚的人会是你。孩子不能没有爸爸，毕竟爸爸只有一个，所以我选择勇敢回国，接受继明对我的爱。他意味深长地看了眼周继明的父母，微微扬起下巴，却故意压低声音：我的家世是不好，可我赌赢了，我的儿子是周家的长子嫡孙。原来是带球跑提升上位成功率的，可他大概率不知道，周家可不只有周继明一个儿子。在周继明妈妈小三上位之前，周家可有原配生的长子，他孩子爸爸是只有一个，但是周家的继承人可不只有周继明一个人。周继明还将在原地怔愣地看着轩轩，大腿被轩轩抱住。爸爸，轩轩好想你呀。轩轩奶里奶气的声音带着颤抖的哭腔。太好了，我终于找到爸爸了，轩轩也是有爸爸的孩子了。周继明神色动容，抬起的大掌明显是想要摸轩轩的头，一声带着提醒意味的咳嗽响起。周继明像是幡然醒悟一般，猛地抬头看向我这边。周继明的母亲薛敏快步过来，脸上堆满了笑，一边不着痕迹的给周继明使眼色，一边说：继明，别愣着了，快点给于叔戴戒指啊，今天可是你俩订婚的大日子。他自作聪明的将轩轩拉到一边：小朋友，你认错人了，他不是你爸爸。然后叫人来，没有请柬的人不要放进来。奶奶，轩轩又紧紧抱住薛敏：你是奶奶，我知道。耶，轩轩有奶奶了。4、5岁的小男孩又拉着薛敏，准确无误的来到周继明的父亲周商的面前：爷爷，我是轩轩，轩轩也好想你呀，爷爷。周商眉头微皱，立刻抬头看了我一眼。在场的都是人精，大家都看得出来，这孩子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林可然教出来的，为的就是破坏今天这场订婚典礼。而此刻，我成了全场的笑话，未婚夫弄出私生子，初恋和孩子闹到订婚典礼上，初恋对我这个现任的挑衅，将在原地一个屁都不放的男主角。但是没人笑出来。既然如此，我就带个头。周叔、薛姨，恭喜你们啊，孙子都这么大了，长得还挺可爱，小小年纪就这么聪明。我微微一笑，将手里的戒指还给周继明。周继明又愣住了。我很早之前就发现他这个人就是个一样蜡枪头，什么都提不起来，一事无成。这样的人才好拿捏。但现在既然有人比我更想拿捏他，我退出。毕竟男人有的是。还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的话吗？我笑着周继明，在他迷茫的眼神里，把5年前我跟他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遍：喜欢就去追，千万别等到以后后悔。周继明还处于发懵的状态。于叔，我转身向今天到来的宾客含笑鞠了一躬，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莅临我和周继明的订婚典礼，但是抱歉，订婚典礼取消。我又向大家点了一下头，在众人的视线里迈步往门口走。于叔，薛敏恨铁不成钢的瞪了周继明一眼：快步追上我，于叔你别走，这都是误会。他也顾不上优雅了，回头喊周继明：你快点过来啊！周继明刚要迈步，就被林可然拉住了。他当着大家的面问周继明：继明，我就只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还爱我吗？如果你现在告诉我你不爱我，我立刻带着轩轩离开，从此我们母子再也不出现在你面前。林可然笑了出来，周身绽放着自信的光芒。别否认了，周继明，你是爱我的，你的心从没放下过我，不是吗？这个小婊子，薛敏低低的骂了一声，又给我陪笑。于叔，
一直跟在我身后的爸妈笑容满面的说，我看季明确实还没放下那个女人，而且他现在连孩子都有了，我们家于叔不好拆散这对有情人。于叔和季明的婚事就算了吧，人家女孩这么多年自己带孩子也不容易，给人家一个名分吧。我跟我爸妈都上车走出一段距离了，周继明这才追出来。回到家，我爸就开骂，我早就说周继明就是个立不起来的，你非要跟他订婚，那小子从头到脚哪里能配得上你？小三的孩子就是小三的孩子，什么时候都上不得台面。我妈呼吸沉了沉，女儿受这么大的委屈，你说这些干什么？你现在应该想怎么给女儿把脸面挣回来，让她自己挣。我爸指了一下我，他还连这点小事都处理不好了。我妈倒是很赞同我爸这句话，又问我，你现在有什么打算？我没说话，上楼回房换掉身上的礼服，拿起手机拨了一通电话。电话刚挂断没多久，我妈就上来了。于叔，周家的人来了，你看你要不要下去见见？那一家三口都来了，我轻笑一声，那就下去见见吧。做错事的又不是我，见不得人的应该是他们才对。见到我下来，薛敏眼疾手快的将周继明推到我面前，继明，你快点跟于叔道歉，快点。周继明吭哧瘪肚的，直勾勾看着我，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薛敏恨铁不成钢的白了周继明一眼，下一秒脸上就堆满了笑。于叔，那个女人和小孩我们都处理了，你放心，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再发生。我自然也不会直接跟他们翻脸，故意问道，敏姨，我知道当初可然离开的时候，继明还对他情有独钟，他应该也没放下继明吧？算算时间，那小男孩应该就是继明的儿子吧？薛敏估计牙根都要咬碎了。看吧，也别说什么重男轻女了，林可然家世普通，即便给周家生了个男孙，周家的人也看不上。本来两家好好的，突然弄出孩子来，不管周继明知不知道这件事，错的都是他们。我这么一说，周家这一家三口都鸦雀无声的。我爸轻咳了一声，吸引了大家的视线。周商立刻过去要跟我爸说话，我爸率先开了门口，老周啊，继明都有个孩子了，我看两个孩子的婚事就算了吧，你也别怪我，咱们都是为了自己的孩子着想。不过你放心，咱们两家该合作还是合作，不会因为这点小事就伤了和气。以和为重，和气生财，和气生财吗？我妈见我爸唱白脸，她就站出来唱红脸，话不是这么说。老周，咱们两家也是多年的交情了，我就不跟你拐弯抹角的了。今天大家都看到继明弄出孩子出来，但这个世道，大家笑话的绝对不是继明，而是我们家于叔。于叔也是要接管我们家产业的，这要是传出去，让他的脸往哪放？我妈这话说得很重，周商自知错在他们家，平时高高在上惯了的人，这会只得在我们家拉下脸来陪着笑。他叹了口气，可说呢，于叔是女孩家，自然是吃亏的。他愤怒地瞪了周继明一眼，来到我面前，于叔，这件事，周叔郑重跟你道个歉。当然，我也知道这不是一句道歉就能弥补的事，这样吧。只犹豫了2秒钟的时间，周商就说，荣昌那个项目，于叔，你看你有没有兴趣？荣昌啊，我语气轻松平常。荣昌确实是个大项目，如果能拿下，我们沈氏集团肯定会走上一个新的巅峰。但我爸说的对，今天丢脸的确实是我，我的脸面更值钱。我看向我爸，我爸妈对于再了解不过了，一个眼神就知道我的心思。你不用看我，你自己拿主意，我爸沉声道。我长长的叹息一声，那好吧，荣昌的项目，我跟周叔你一起做。周商眸色微微一亮，那你和继明的婚约？这个婚约就算了吧，我做出一副受害者姿态。周叔，也希望您理解，我到现在还放不掉订婚典礼上大家看我的眼神，还不知道大家在背后会怎么说我呢。一直在一边不吭声的周继明终于开口了，于叔，我们能单独谈谈吗？我不假思索的点头，当然可以，走吧，我们出去说。外面的小花园里，周继明又吭哧瘪肚了半天才说，于叔，轩轩确实是我的孩子，你还喜欢可然，是吗？我通情达理的替他说出来，继明，我都明白，也理解，毕竟你当时和可然爱得轰轰烈烈的，我都是看在眼里的。周继明用看知己一样的眼神看我，于叔，你明白我真的好开心。所以，你也不生我的气，是吗？你能跟自己真正喜欢的人走到一起，我为你开心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发自内心的说道。周继明却是一愣，怔怔的看了我好一会，嘴里重复着，真正喜欢的人。他看我看得吃了一样，我心下一咯噔，他可别喜欢上我了，还想左拥右抱，享其人之福不成？真恶心。
我拍拍他的肩膀，可然这么多年，自己一个人带着孩子不容易，你别辜负他。周继明深深地看着我，于叔，你真好。周商和薛敏临走时虽然都是笑着的，但脸色看上去却一点都不好。倒是周继明像松了口气似的，一身轻松地离开了。送走那一家人，我爸妈问我，你刚才都跟周继明那小子说什么了？怎么他看上去一点愧疚感都没了？我说了一遍，我爸冷冷一笑，虽然那小子好拿捏，但如果你真的跟他结婚了，这辈子就给他擦屁股吧。如今这样我倒是觉得更好。我妈过来，于叔，妈一直觉得继明那孩子配不上你，你看他窝囊囊的，你这也属于因祸得福了。现在还拿到了荣昌的项目，这件事就过去了，行吗？妈不希望你因为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，弄得自己不开心。我妈深知我是那种争强好胜的人，哪怕吃一点亏我都吃不下饭睡不着觉，她这是在宽慰我。但宽慰对我来说一点实质性的用处都没有。林可然挑这么重要的日子来闹，我管他是真爱周继明还是自己另有图谋，在我这他就是狠狠打了我的脸。他和周继明那个窝囊废让我成为圈子里的笑话，这仇我必须报。第二天我一睁开眼就看手机，果然朋友圈里全都是在笑话我的，尤其是我在圈子里那些死对头。沈玉树这次真的丢大脸了，活该，这是我一辈子的把柄，我笑话不死他。说实话，林可然不管是长相还是身材，尤其是家世，真是哪哪都比不过沈玉书，他能输给林可然我是没料到，笑死。丢人啊，一点都不背着我，在朋友圈下面的评论区聊得很开心啊。他们该骂的不应该是周继明和林可然吗？不过好在这事儿只是圈子里的人知道，各大平台连点消息都没有。就连我和周继明订婚的消息，之前在网上引起了很大的热度，大家都在说资本家的孩子很相配怎么样，一水儿的羡慕，如今这热度也没了。我刚退出某音，下床去洗漱，穿好衣服出来，我的手机铃声一直在响，是个陌生号码打来的，我脑海里浮现出一个人，没想到电话接通，那边传来的确实是林可然的声音。于叔，我们见一面吧。我嫌跟林可然在公共场合见面丢人，要是传出去，圈子里的人肯定又会笑话我已经落得跟小三对峙的下场了，所以我把见面地点定在了我家的私人酒窖。林可然还是那副自信昂扬的姿态，一看到我就扬着下巴冷笑出来。于叔，还是你厉害，把消息封得死死的，一点都没传出去。不过你真的以为这样你就能抓住季明的心吗？他微微挑眉，大有一种为了自信而自信的模样。季明不会回到你身边了，别的我或许不如你，但是在季明的心里，我和你孰轻孰重，我还是非常有信心的。季明爱的是我，他一直都爱我。我有些哭笑不得，你觉不觉得封锁消息这事儿是周家做的？林可然眉心蹙了起来。我接着说，昨天我和周继明的订婚典礼上都是大佬，你带着私生子来闹，丢的是周家的脸，其实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就算消息传出去了，我是受害者，网友们也不会笑话我呀，都会心疼我，我有什么好封锁消息的？林可然脸色微红，咬住了下唇。我微微轻身，我周叔和敏仪还是不肯接受你啊。你不会吧？你都给他们家生了孙子了，他们还不接受你？那你这不是白带球跑了吗？林可然刚才还只是微红的脸，现在彻底涨红，都快成紫茄子了，那股硬凹出来的自信劲儿也没了。他猛地拍案而起，沈于书，你没资格笑话我，你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不就仗着自己家世好吗？你以为这样就能爬到我头上了？我告诉你，不管周家认不认我儿子，我儿子终究是季明的儿子，就凭这一点，周家就永远都有我和轩轩的位置。倒是你，他上下扫视了我一圈，轻蔑的笑出来，我离开5年，你都没能抓住季明的心，沈于书，我给你机会也不中用啊。我都要为林可然鼓掌了，现在小三都这么嚣张的吗？你说谁是小三？林可然清纯的脸几乎扭曲，季明喜欢的是我，可是你离开了呀，一声不吭离开5年，这不是默认分手了吗？林可然一噎，顿了一下继续强词夺理，但季明现在爱的依然是我，在一段感情里，不被爱的才是小三，不管怎么说，你都是那个小三。我用心疼的眼神看着他，现在是周家不肯接受你，你跟我发什么脾气啊？你有能耐去对付周家呀？这话像是揭开了林可然的伤疤一样，露出他藏在自信光芒之下的委屈和难堪。我知道你个人的力量微不足道，可你就不能想想办法吗？你跟我在这屋嗷喊叫一点用都没有啊！有这个时间，你还不如把事情闹大，逼周家的人接受你和轩轩呢。说完，我立刻倒吸一口气，故作惊讶和懊悔。
天啊，我说了什么？你就当没听到，我先走了。当天晚上，圈子里就被一股热闹席卷了。那个林可然可真够厉害的了，带着孩子直播卖惨，这下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了，周家不接受也不行了，沈于书这次是一点机会都没有了。什么啊？人家于叔拿到了荣昌的项目，说实话，这不比周继明香？到底是小三的孩子，就是上不得台面，专往粪坑里跳。沈于书拿到荣昌的项目了？真的假的？气死我了！我心情舒畅多了。关键这事儿不仅圈子里知道了，现在各大平台的乐子人可都把周家嘲笑了个底朝天，连带着林可然他们也没放过。带球跑？听着怎么这么耳熟啊？就是那个，是的，我们有个孩子，和他们是一个套路的。哈哈，说的真浪漫，杨世子真是害人不浅。广大女孩可别跟林可然学啊，万一周家死活不承认这孩子，林可然可就白带球跑了。我在评论的海洋里快乐的徜徉着，看到周氏集团股价跟着下跌，我更是笑的眼泪都要出来了。我爸轻咳一声，有那么好笑吗？周氏集团股价下跌，可别连累荣昌的项目。不会的不会的，咱们家股价不是蹭蹭往上涨的吗？我还顺势收购了一些周氏的散股呢。我傲娇的扬起下巴，荣昌的项目可是个香饽饽，现在有我一半。你信不信周叔还得来求我呢，让我别退出这个项目。现在不是他把项目给我，是他求着我带他做了。我爸也忍不住笑了出来，你跟爸说实话，林可然带孩子直播，这其中有没有你的手笔？我挠了挠后脑勺，没有啊。还没有。我爸笑着嗔了我一眼，你一肚子坏水，还能没有？别人不知道你我还能不知道？一看你就不是省油的灯。我妈也忍俊不禁，抬手拍了我爸一下，你怎么这么说咱们闺女？我这是夸她呢。我爸脸上满是自豪之色，这才是我的女儿，以后谁都别想欺负她。我爸还说我不是省油的灯，一肚子坏水，他也不想想我是遗传了谁。网上关于林可然带着轩轩直播的切片很快就全平台删除了。到了晚上，林可然又一次直播，这一次她笑容满面的，像个刚结了婚的新媳妇。很抱歉，昨晚我跟大家开了个玩笑，事实上是我老公惹我生气了，我故意那样说的。他才刚开播，直播间就涌进了1万多人，弹幕迅速滚动着，好羡慕啊，天啊，我又相信爱情了。小姐姐被老公惩罚了吧？老公是不是让你狠狠绽放了？霸道总裁文照进现实，小姐姐好幸福。这一看就是周家请的水军，为了挽回名声。但不管怎么样，经过林可然这么一闹，周家接受了他和轩轩。不过这不是我的最终目的。上午我去了周氏集团，跟周商商讨荣昌项目的事情。周商愁眉苦脸的，我安慰道，周叔叔，我都知道了。其实可然给你家生了个孙子，也是好事呀，你看轩轩不是挺可爱的吗？周商冷冷一哼，可爱有什么用？林可然的脑子能生出什么聪明的孩子？季明的性子你也是知道的，说实话，当初撮合你俩，我就是看中你的能力，将来能帮助季明，谁成想？周商又叹了口气，闭眼扶额，摇摇头，懊悔的说道，我当初就不应该把季明和他妈接回来，他妈就没脑子，生出季明这样的孩子，如今季明又跟这样一个女人有了孩子。周家意识到自己说了不该说的，周商连忙打住话头。他也是要脸的，把不是都推到别人身上了，他自己一点错都没有。他要是有脑子，能做出出去找小三的事。我看周继明就是遗传了他，不过这样更好，我连带他也拿捏了，顺手的事。周叔，你别难过了，还有我，就算我和继明结不了婚，我们还是朋友啊，他有什么事我不会不管他的。周商欣慰地点了点头，于叔，你是个好孩子，是我们家继明没福气，他配不上你。我谦虚的摇摇头，心里却赞同这话。要不是因为周继明姓周，他根本入不了我的眼。下午，我接到了周继明的电话，他约我出去见面，地点就在我最喜欢的那家餐厅。于叔，你多吃点，周继明为我夹菜。我微微侧头看了眼窗外，确定我找的人这会儿已经偷拍上了，就低头吃东西。我爸都跟我说了，他还骂了我一顿，说我没有福气。周继明喟然一叹，于叔，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，也是我们两个没缘分，但是，我抬头看他，但是什么？周继明看着我的眼睛，但是你在我心里是非常重要的。我莞尔一笑，你快别这么说了，要是被可然知道了，他会生气的。我不会让他知道的。周继明再次对我表示感谢，不管怎么说，你在我爸面前替我和可然说好话，我真的很感激你，可然也应该感激你，
哪天我带他去跟你道谢。我笑了出来，没什么，都是小事，你俩幸福就好。周继明默默看了我一会儿，欲言又止。对了，明天我还得去你家公司，荣昌的项目我和周叔一起做策划，你加入吗？我问。一提到生意上的事，周继明就很抗拒。你知道的，我对这方面没兴趣。那你也为周叔和米姨着想呀，他们年纪越来越大了，你现在还有孩子了，你就是周家的顶梁柱啊。周继明脸色沉了下来，看上去很烦，没什么耐心，但还是扯出一抹微笑。行，明天我就去公司看看。吃完饭，周继明要送我回家，我婉拒了。我们明天公司见吧。回到家，我就让人匿名将我和周继明一起吃饭的照片发给了林可然。我以为他出国修炼了几年，真的沉稳自信了，结果他收到照片的第二天就杀到了公司。真没白瞎我让人拍的照片。沈于书，你这个贱人，你勾引我老公。林可然直奔我来，抬手就要扇我的脸。我眼疾手快握住他的手腕，甩开。林可然再次抬起手，这一次他的手腕被周继明攥住了。你干什么？林可然气得快要发疯了一样。你们昨晚一起吃饭，现在又在公司里腻腻歪歪的，周继明，你当我是死的吗？我……够了！周商拍案而起，指着门口，你给我滚出去！这里是公司，不是你撒泼的地方，滚！面对周商，林可然不敢再造次，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心不甘情不愿地出去了。你还杵在这干什么？滚出去把他给我解决了，别让我在公司再看到他！周商冲着周继明吼。周继明余光扫了我一眼，估计也是嫌丢人吧，快步出去了。很快外面就传来周继明和林可然的争吵声。你怎么能闹到这来？你有没有脑子？我没脑子，就你有脑子。周商喊秘书进来，把他们两个赶走，整个世界这才清静下来。但我的耳边一直都是周商沉重的呼吸声，估计快要上不来气了。周叔，你别生气了，气大伤身。周商扶额摇了摇头，真是造孽。周继明再没去公司。我跟周商研究完项目的大体之后，就回我们家公司了。私下里，周商找我爸聊天，一直在诉苦。我爸说，老周现在回回见到我都说羡慕我有你这么个能干的女儿，哈哈，他还不知道我女儿可不仅仅是有能力，还一肚子坏水呢。我呵呵干笑了两声，爸，我可是你女儿，别开枪。几天之后，我打电话给周继明，约他见面。你和可然怎么样了？和好了吗？不和好能怎么办？他闹得那么大，我不跟他领证都不行。周继明顿了一下，抬头看我，于叔，我和他领证了。看上去不是很开心的样子啊。我点点头，我知道了。我接着说，荣昌的项目你就别参加了，我给你介绍别的项目吧。算了，我根本就不是做生意的材料。周继明低着头，看上面去很烦的样子。继明，你现在是大人了，肩上有担子，你不能这样。我劝说道，我给你介绍别的项目，明天你跟我去见个人。周继明看我的眼神变得温柔又深情，于叔，你还对我这么好，你是不是还……别说了，我连忙打断他的话。怪恶心的，我可不想听。谁还喜欢他？我本来就没喜欢过他。第二天我就带着周继明去见了超新集团的副总裁，也是我的好朋友孙宇军。于叔都跟我说了，你放心吧，继明，你是于叔的朋友，就是我的朋友，我肯定会帮你的。我站起来，好啦，你们两个谈吧，我先走了。我又拍拍周继明的肩膀，加油。我离开没多久，林可然就来了。他直接将一杯橙汁泼到了孙宇军的脸上，贱人，周继明现在是我的老公，天底下的男人都死光了吗？你非要勾引人家老公？孙宇军拿纸巾擦脸，站起来，周继明，我好心帮你，你就是这么帮我的。他拿起包包，以后我们超新集团的项目，你们周氏集团就算了。我就在咖啡厅旁边的停车场等着，等孙宇军一上来我就给他擦身上的水渍。辛苦你啦，我请你玩男模。孙宇军笑着拍了我一下，我喜欢意大利男模，给我来10个。言归正传，孙宇军认真道，我记得这个林可然，他以前也不这样啊。这不是生了儿子，周家还不肯接纳他，还是他直播搞出了热度，周家才同意他进门，没安全感吗？我凑过去，好君君，你再帮我一个忙，我请你20个男模。孙宇军点点头，行，区20个而已，我应付得来，你说吧。等我说完，孙宇军咧嘴看了我一眼，不怪你爸说你一肚子坏水，一点都没错。林可然在咖啡厅大闹一场，这事很快就传到了周商和薛敏的耳朵里。周家现在已经乱成一团了。我再接再厉，继续给周继明介绍，全都是女性，
林可然一开始还忍着，可他这几天的表现实在不行，周继明也不爱搭理他，他的安全感又没了，忍不住就继续大闹。现在圈子里都传开了，没人愿意跟周家合作，周氏集团的股价也一跌再跌。偏偏麻绳专挑细处断，轩轩在幼儿园里也闹出事了，和孙宇军的侄子打了起来，孙家气得不轻，当众放话，再也不会跟周家合作。我赶到周家的时候，家里那叫一个鸡飞狗跳。薛敏一看到我，就又去拍打周继明，于叔哪点不好？你非要跟这个丧门星结婚，现在好了。林可然不敢跟薛敏怎么样，看到我就直奔我来。沈于叔，你现在满意了？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对不对？他边说边往我身上扑。周继明终于爆发了，不再窝窝囊囊，大步过来一把抓住林可然，将他甩开。林可然没站稳，倒在地上，难以置信地看着周继明，你为了这个女人对我动手，你还没闹够，还嫌我不够丢人。周继明恶狠狠地瞪着林可然，离婚。林可然吓得脸色煞白，抱住周继明的腿，我不离婚，继明，你别跟我离婚，我不再看他们两个，跟周商说，周叔叔，你出来一下，我有事跟你说。我带周商去见了一个人。周商震惊又惊喜，燕池，燕池，你回来了。周燕池就是周商的大儿子，原配生的。当初薛敏带着周继明找上门之后，周燕池他妈就走了。周燕池不肯原谅他父亲，也走了，这么多年一直都没回来。直到现在，周燕池还是不肯原谅他的父亲，但是说，我知道周家最近出了点事，回来看看笑话。周商仿佛一瞬间老了好几十岁，差点哭出来。燕池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我过去扶着周商，周叔，燕池哥哥回来了，周氏集团就有希望了。周商连连点头，没错。他看向周燕池，燕池，你回来吧，周氏集团本来就应该是你的。周燕池神色冷然，让我回来也可以，我有个条件，把那对母子赶出去。周商犹豫了一下，终是点了点头。周商高调宣布周燕池的回归，还宣称周燕池是周氏集团唯一的接班人。薛敏找他闹，他顺势就把薛敏和周继明赶了出去，还找律师将名下的财产全部给了周燕池。薛敏哭天喊地的，周继明则跟傻了一样，呆呆的站在原地。林可然也傻了，好半晌才回过神来，这么说，我什么都没有了。薛敏一下子扑到林可然的身上，小贱人，扫把星，都是你害的。林可然也豁出去了，跟薛敏厮打在一起。周继明上去一脚踢开林可然，你敢打我妈？都给我滚！周商怒声吼道，叫人来将他们都拖了出去。整个世界这才安静。我冷冷地看着他，却正好对上了周燕池的视线。我们两个去了我的私人酒窖。他举起酒杯，当初你给我打电话说能帮我拿回周氏集团，原来就是这么帮的。我知道我的手段上不得台面，但对付周继明和林可然够用就行。你应该怎么感谢我啊？我说到做到，等我拿到周氏，给你一半。我心都提到嗓子眼了。其实周燕池原本就不稀罕周氏集团，他只是想为自己的母亲报仇而已。但不管怎么样，周氏的一半还是到我手里了。兜兜转转，该是我的还是我的。经过这么一闹，周商也累了，立刻就将周氏集团交给周燕池了。周燕池也兑现了诺言，将周氏的一半给了我。周商想阻止已经晚了，他也知道他对不起周燕池和他妈，所以即便周燕池这么做，他也没说什么。周燕池将周商送到国外养老去了。至于那一家，被赶出周家之后，真的是身无分文了，每天都在破败的出租屋里吵架。周继明找到我，我一点都不意外，他几乎要给我跪下来。于叔，我现在终于意识到我犯了多大的错，我失去了我最爱的人。他终于还是把这恶心的话说出来了。周继明握住我的手，于叔，当初在订婚典礼上，我应该把林可然赶出去的，事实上我确实是想那么做的，可你也知道我这个人，遇到事其实我已经不爱他了。我现在才知道，在不知不觉中，我早已爱上了你。于叔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我从他的手里抽出自己的手。周燕池低沉的嗓音突然响起，他不会给你机会，他从来都不爱你。周继明惊讶的视线砸到周燕池的身上。这一刻，周继明倒是聪明了，他瞬间就反应过来，你们两个串通一气算计我，是不是？我含笑走到周燕池身边，继明，你和林可然害我丢了那么大的人，我现在拿到一半周氏，也算是对我的补偿，你也没什么好委屈的吧？周继明气得浑身颤抖。都这个时候了，我依旧善解人意，
你快点回去找你的可然吧，不然他又吃醋了。我真是个大好人。周继明走了，我一抬头就对上了周燕池幽亮的视线，他似笑非笑的看着我，现在满意了？马马虎虎，没拿到整个周氏，是我心里的痛。周燕池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，他突然抬手挑起我的下巴，不如你跟我结婚，我把整个周氏都给你，好不好？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你干嘛？周燕池轻笑，我就喜欢你这种一肚子坏水的女人。我呵呵干笑两声，拂开他的手，你就算了，我不喜欢。我跟周继明结婚是因为他好拿捏，这个周燕池可不一样。虽然周燕池很厉害，但是他们周家的基因都不是很好，我实在是太嫌弃了。上梁不正下梁歪，有周商那样的爸爸，周燕池能好到哪去？这次我们合作愉快，以后有好事你带我一个。我笑了笑，跟周燕池挥手告别。周燕池也没强求，安排好周氏之后，他也出国了。过了1个月，我又收到了周继明的消息，他和林可然离婚了，林可然不想要轩轩，把轩轩丢给他就走了。没几天，林可然就找了小开。周继明得到这个消息之后，带着轩轩就过去把林可然的好事给搅和了。现在林可然又回到了周继明那里，用他的话说，我不好也别想好。那一家4口现在真是把日子过得乱七八糟的，尤其是薛敏，没几天就大病一场进了医院。周继明拿不出住院费，突然把主意打到了林可然的身上。你不是愿意发骚，愿意带球跑吗？你出去给我赚钱。这些我只是当笑话听一听，没什么兴趣。毕竟周燕池一走，整个周氏集团基本上就都是我的了，我可是很忙的。我准备把周氏集团和我们家公司合并，公司大厦越高，我的野心就站得越高。俯瞰大地的感觉真好。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看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就给我点赞订阅一下吧。衷心祝您吉祥如意，万事顺心。